结婚典礼上，我当众把婚戒套在了岳父手指上，满堂宾客集体失声。岳父把我拉到了走廊，质问我在干什么。爸，你50多了，见过新郎逃婚的，见过新郎喝断片的，你见过新郎跳楼的吗？话音落地，我义无反顾地冲向走廊尽头的窗户，身后传来岳父的惊叫声，紧接着就是坠落，3秒还是4秒，我不确定。身体拍在酒店大门旁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因为死亡的一瞬间，意识像是被人从头顶一把抽走了。在睁眼时，婚礼进行曲灌进耳朵，司仪正在招呼着岳父岳母上台，台下的嘉宾无聊地看着表演。我又回来了，这是第21次循环。循环的规律我自己摸得差不多了，时间卡在婚礼进行曲开始到敬酒结束4个多小时，死了就会提前回起点。每次循环互不相干。第一回发现自己困在循环里的时候，我还挺小心，想着万一循环突然结束，我正在台上把新娘的捧花塞进嘴里，那场面怎么收场？但10几次过去之后，胆子就野了。开始是岳父致辞的时候，我绕着他一圈一圈倒着走，后来发展到我直接把婚戒吞到肚子里，再后来我索性直接站到了餐桌上跳起广场舞。玩腻了以后，在第20轮我试了试死，结论是死确实管用，而且比等着时间走完快得多。司仪还在讲那些翻来覆去的话，我忽然觉得这场婚礼如果就这么按部就班办下去，反倒浪费了这么多次循环，该玩点大的了。于是我对着那个西装笔挺眼眶发红正准备把女儿的手交到我掌心里的男人弹了个脑瓜崩。那一瞬间，整个宴会厅像是被人按了暂停，看着我往外冲的样子，眼睛都直了，根本来不及反应。大堂门口有个保安堵在门中间想拦我，我直接把他撞开了。兄弟，对不住了，下个循环送你个新手机。那旧的呢？高考结束换新装备了，和爱回收全球品牌代言人吴磊一起开启减法新生活吧。旧手机别扔也别闲置，太浪费了。我这台苹果15，爱回收还当面回收2300多。靠谱吗？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全国2000多家门店，而且他家收包收表收手机，还能买靠谱的二手手机，业务很全面。总之买卖二手机我推荐爱回收。刚跑出酒店，门口正好停了一辆跑车，这下好了，看来要体验下真人版给他爱了。我驾驶着抢来的跑车，爽快的急速行驶在市区，可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想过去哪。我跑了很久很久，车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远到4个小时绝对回不去。我正想下车看看湖景，婚礼进行曲又响起来了。第24轮我照旧跑，轻车熟路，跟回家似的。大堂的保安还没反应过来，我就闪过去了。可就在我出门的一瞬间，看到外面有2个礼宾正摁着一个人，那人是新娘表弟，表情说不上是愤怒还是无奈。就因为这么一愣神，身后的保安已经追上来了。我和新娘表弟被请到了保安室，保安守在门口等着人来认领我俩。还没等我问话，表弟率先开口：你也在循环里是吧？是的。你第几轮了？第4轮。你呢？4轮就敢乱来，胆子不小啊。我24轮了。还有别人吗？我反正只碰到你一个，下轮记得来找我。说完，我冲向大门，把保安撞了个趔趄，推开门逃了出去，沿着楼道往上跑。婚礼进行曲再次灌满了耳朵，这一次我拽着新娘的表弟直接往外跑，大堂的保安竟然提前堵在了门口，张开胳膊拦我们，我胳膊肘顶过去，他踉跄着撞在墙上。下回你跑不掉。大哥，你也循环啊？保安室里我直接询问，你第几轮了？第2轮抓你，循环的话今天头一回。第1次循环吗？我之前跑了23轮，为什么偏偏最近几轮开始冒出新面孔？我想到了，这期间唯一的变量只有一个，死亡提前结束循环。每一次有人死，循环就重来一次，顺带把在附近的人也拉进来。我死的次数越多，循环的人就越多，但得验证一下。保安听后眉头拧成一团，别担心，等你循环的次数跟我一样多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了。3分钟之后，我们站在了酒店天台上。你死了，我们也会回起点是吧？我没回答，直接转身一步跨了出去。婚礼进行曲再次响起来的时候，保安和宋远卓已经在酒店大堂等着了。我们直接一桌一桌的问有没有人知道自己正在循环，直到墙角有个女孩怯生生举起了手。女孩明显还没适应循环，看起来有些紧张。我叫许诺言，是新娘的大学室友，所以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4个人加起来循环了好几10次，但还是不知道这个破循环从哪来的。跟他讲解完循环规律后，我提议各自找找线索，有发现就碰头。保安第一个走了，说去翻酒店员工区的档案室。宋远卓说和许诺言去研究宴会厅后厨的出入口。我留在包厢里，一个人坐了很久，4个小时太长了，长到能跑出市区，又太短了，短到什么都来不及做。几轮过后，保安兴奋地找到我们集合，他手上拿着一本旧的发黄的登记簿，封皮上印着钟鼓楼宾馆1987年，其中一页记载着地下室一座老钟，据传清末明初的东西，建酒店的时候从旧钟楼移下来的。
这是我们唯一没有去过的地方，一起去看看。我去过了，但我到不了那座钟。从1楼通往地下室的楼梯，正常人走3分钟就到，可我每次要么走了10几分钟还没到头，要么走着走着发现自己又站在了1楼大堂。有一回我数着台阶往下走，47级的时候本该到地下室了，可一抬头，墙上挂着的楼层标志从 B1变成了2楼。我还特意翻过酒店的建筑图纸，这楼就一层地下室。楼梯会变是吗？会变，而且每一次走都不一样。有一次我走了将近20分钟，腿都软了，撞开一扇防火门，发现是酒店后厨的冷藏库，冻得我差点截肢。登记簿上有以前的记录，这酒店每隔几年都会有人在地下室附近出意外，摔下楼梯的，晕在走廊里的，还有说看见自己影子倒着走的。当暗室的老员工跟我说过一个说法，那座钟周围的地面是活的。活的是什么意思？我懂了，时间在它附近是乱的。你以为你往下走了1分钟，其实可能过了半小时。你以为你还在楼梯上，其实你已经绕回了原地。那怎么办？规律应该还是有的。我后来发现，每一次走那条楼梯，它变化的幅度跟时间有关。婚礼进行曲刚开始的时候下去，楼梯最稳，我能走到 B2。到新人交换戒指那会儿再试，楼梯就开始拧了。敬酒环节是最乱的，压根别想进。现在是来不及了，我们下个循环得第一时间去地下室。我去死一下先。又一次轮回，我们4人来到地下室。怎么了？奇怪，我上次来这一层是15级台阶，这一次变成17级了。下了2层转弯后更不对劲了，楼层标识牌上写的 B1，按理说这个时候该看到地下室的门了。我们又下了1层，尽头是一个防火门，打开后还是楼梯。我们在原地打转。也许我们的眼睛被骗了。我让大家都回到原点，这一次大家都闭上眼睛，根据直觉往下走。等再睁开眼，发现一扇深褐色的木门，门框上镶着铜边，那道门之前不在那儿。地下室里很安静，正中间放着那座巨大的钟，青铜的外壳，钟摆一动不动地悬着，钟面底座那儿刻了一行极小的字：逆时之约，必毁其事。我走近查看，从钟摆底部掏出一枚金戒指来，里面刻了日期，是今天的。你们是谁？声音从地下室的角落里冒出来，一个老人从阴影里走出来。我们进来这么久，竟然谁都没注意到他。你又是谁？这钟的看门人，80年了。这钟到底怎么回事？民国35年，有个年轻人在这座钟楼里跟人许了个愿，他想留住一个不该散的人，所以用一场婚礼当锚点，把自己的执念锁在这座钟里了。钟替他做到了，代价就是附近的人会被卷进一个循环。你们几个能走到这儿，说明钟已经撑不住了。怎么关掉它？需要有人放弃他最想要的东西。你手上的那枚戒指，它是别人的念想，想让它停下来，你得在这钟面前说一句：这婚不结了。我沉默了。破除循环就要以解除婚礼为代价，我能接受吗？这件事他们3人也不好对我说什么。还剩2分钟就进入下一个循环了。我攥着那枚戒指，毫不犹豫地放回到钟摆下面。走吧。去哪？上面还在等我走红毯。上楼时时间已经过了，可婚礼进行曲没响，我还在这里，什么都没变。循环结束了，到1楼大厅时，已经有一大群人等着我们了。岳父走在最前面，脸黑得像炭。我女儿的婚礼，你们4个在地下室干什么？3天后，婚礼重新举办。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循环里的那些婚礼，每一轮都一模一样，同一首歌，同一套词，这次也没变。但过后就再也不会重来，没人会永远停在原地。